我通常在6点半起床，起床后会先准备孩子们的早餐，只要运用固定的菜单，就不用思考太多。像是周1是吃吐司类，周2是吃米饭类，今天是周3，我们吃可颂。只要更换内馅，就可以常常有变化，15分钟完成快速的早餐。关键是摆得美美的餐盘。大概在7点15分，老公会接送小孩上学，我会启动扫地机器人，然后开始做瑜伽，再来跟老公一起吃早餐。8点左右会写晨间随笔，就是自由书写，大概3页之后，开始工作。我负责处理工作室的事务，老公开始打理民宿。我是 Skyra 小天，断舍离让我的生活简单有序，充满余裕。瓜家到你家，今天来到 Skyra 小天的家，身兼双宝妈、民宿老板娘、手作品牌主理人的她，不久前还是一位朝9晚5的公务员。一起来看看如何运用简单生活的理念来育儿，并追随热情，勇敢创业。就像你，就像我，这是一个平凡的人分享他的独特故事，期待也能引起你的共鸣。看下去之前，还没订阅的朋友记得先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。请先简单介绍一下自己。大家好，我是 Skyra 小天，我跟先生还有2个小孩住在礁溪田野间的天空岛，这里是我们的家，也是小木屋民宿，另外也兼具我的手作工作室。我们几乎所有的工作跟生活都在这个环境空间，所以真的很需要好好的规划。还好有遇见断舍离，如果你对断舍离或者是绘画设计、裁缝手作有兴趣，也可以追踪我的账号天空岛工作室，也很欢迎来宜兰找我们玩哦。好的，很高兴今天来到小天家。哇哦，民宿外观是可爱的彩虹小木屋。首先我们来看看小天一家4口的私领域空间。这边是我们的卧室，因为我们的空间比较小，所以呢，使用的衣架我是选择这种组合柜，没有门片，才有视觉延伸的感觉。我们衣服的数量呢也不是很多，尽可能的会维持1进1出。像是小朋友的数量，我会准备1季差不多6套就很足够了。因为还包括有学校上学日的制服，那像大人的也是，我都是选择基本宿舍的款式，那可以搭配像是这样子的别针小物件，那就可以做出多样的变化。这边是我们摆放袜子的地方，姐姐我都是选用统一是黑色的，那弟弟是蓝色的，一模一样的款式，这样子如果有破掉或者是丢掉了，都还是可以成双。好聪明的袜子管理技巧哦，不用再一只一只配对，轻松又省时。另外，小天说，开放式衣柜也方便小孩如果要分房时能够轻松搬动，款式记得挑选有烤漆的，比较不容易生锈哦。除了控管衣服的数量，我们家是天天洗衣服，天天洗就不用准备太多，而且一次处理的数量也比较少，比较轻松，可以请小孩协助。用挂式收纳的衣服，干了以后就连同衣架再挂回衣柜里。在抽屉内的衣物就是用烘干的，干了再收折进去抽屉。这个是2重纱的浴巾，很薄，很透气，吸水度也很够。擦完身体再擦头发，然后就直接丢进洗衣篮里面，每天清洗，很快就可以烘干了，就不用再忍受潮湿的大浴巾，一人准备2条就很够用了。天天洗衣服，即使数量不多，也不担心没衣服穿，穿旧了还可以安心汰换。选用快干材质的浴巾，也是精简家事的好妙招，不用再担心天气潮湿让浴巾发霉。另外一个很占空间的就是棉被，所以我们也把原本的羽绒被给断舍离了，取代的是这种可以直接丢洗衣机的毯子。夏天盖一件薄毯，那冬天盖的是比较厚重的，那再冷的时候就2件叠加一起盖，那再搭配暖气机就很足够了。除了可以省下空间，那另外一个很棒的就是不用再套被套，是很省时省力的方法。真的很喜欢小天灵活调配生活的心态，不局限在既定的物品上，找出最适合自己的就是最佳的生活方式。请问小天是遇上什么契机开始断舍离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极简故事吗？
其实我从小就算是会整理的人，但是从来没有想过，没坏掉的东西也可以舍弃。随着民宿经营几年后，二宝又诞生，接着成立了工作室，东西多，事情也越来越多，真的很渴望那种清爽的感觉。我是从山下英子旧版的那本《断舍离》开始，然后看完就回不去了，超级着迷，认真觉得如果能够早一点接触到就好了。接下来，请小天帮我们介绍一下浴室收纳。这里是我们的浴室，我们习惯将牙刷跟保养品都放在外面。再来是我们会将物品悬挂起来，只要善用这种简单的挂钩加长尾夹，夹住牙膏就可以很简单的悬挂。那我们甚至是连垃圾桶都用悬挂，用挂钩的方式把它挂起来。因为浴室的空间比较小，使用白色会有放大的效果，也可以让视觉更统一。再来，使用透明的瓶罐，可以更方便知道里面是什么内容物，使用到哪里了，需不需要做补充。最后，我们只放这个洗洁剂在浴室里面，包括它原本的标签，我们也是都将它撕除掉，呈现原本比较干净的样子，会更统一。将盥洗用品跟垃圾桶悬挂起来，不仅打扫时更方便，还可以固定收纳位置，才不会随手乱丢。接着，请小天跟我们分享你的保养心法。自从看过陈皮医师的文章之后呢，我就是精简了我的化妆品跟保养品。现在保养品只剩下基本上是这2罐，是玻尿酸精华跟凡士林。那如果肤况比较不好的时候，再加上这个痘痘凝胶。化妆品的部分也是省去了粉底液，改用这种比较清爽的防晒乳，然后再搭配清爽的矿物粉饼。自从减少步骤、减少用品之后呢，肤况有变好，痘痘减少，而且还可以顺便省钱。小天说，避开美妆及保养品的诱惑，只给肌肤最需要的，肤况反而更稳定哦，推荐大家试试看。接着想请教天空岛工作室的诞生之路，小天从公务员变成创作者的初心是什么呢？我原本是朝9晚5的公务员，是在下班的时候去学绘画。后来因为太开心了，不想过着上班是为了下班的日子而离职创业。从热爱的绘画开始，到裁缝手作，再到后来的线上课程，民宿的品牌视觉设计也是我自己做的。目前已经慢慢的将工作跟生活都过成喜欢的样子。接下来我们前进到民宿的公领域空间，也来一起看看小天工作的地方吧。这里是我们的客厅，本来也兼具接待厅，摆满了很多的装饰品，前面还有我的手作服展示。那在经过断舍离之后呢，现在就只剩下3幅无框画，视觉上真的是清爽很多，而且也很好整理。像这边的家具呢，我都是选用这种有脚的柜子跟沙发，让机器人可以方便通过进去清理。可以交给机器人做的事情呢，我们就不用再动手啦。因为后面也是我的工作区域，后面有裁缝的器具，所以用这个柜子把它隔开来。孩子们的书我都统一放在这边。随着杂志增加，慢慢的还是会爆炸，门关得起来都可以接受。那如果真的太多的话，就会请他们做取舍，他们会一本一本的拿出来做挑选，这样子他们会更愿意重复的去温习这些书。大家有发现小天贵中贵的收纳巧思吗？他将收纳箱直立放在柜子里，就可以放较大本的学习杂志，据说已经用了10几年，还是很稳固哦。特别跟大家介绍我的工作椅，它其实也是一张按摩椅，只要接上电源就可以变身。那我很喜欢这种可以一物多用的用品，它可以省去空间，也可以省去维护多样用品的心力，真的很推荐。蛮常有人会问，家人的物品如果不想断舍离，该怎么协调呢？我的方式是先求有，再求好。像这个是我老公的工具柜，可以请他将同类型的工具放在这边，那只要关上抽屉，看不到，视觉上就还 OK。另外就是可以将想提醒自己常用的物品呢摆放出来，像是这排吉他，
原本是放在很高的地方，那后来就将它移动过来，可以增加想学习练习的动机。家里没地方摆按摩椅的话，小天很推荐电竞按摩椅，一物多用，打造出可以工作又可以放松的多元空间。听说房子的装潢是跟先生自己动手做的，可以跟我们聊聊民宿创业的部分吗？其实当时在房子盖完的时候呢，我们几乎就把钱用完了，所以装潢就是找自己的朋友、会做的朋友学，包括借工具啊，能做的都尽量自己做。还有像是P土、油漆、木作这种。那也因此我们没有做任何固定死的系统柜，因为那个太难了。但我发觉这样子没有任何装潢柜体的方式呢，对收纳其实更自由，想要改变位置也都很方便。走上2楼是7个颜色的小木屋客房，一起进去看看吧。这里是我们的小木屋客房，是清新可爱的风格。我们用最少最低限度的装饰，让房子有更多的留白空间。那这也是为什么在总是外出旅行住宿都会特别放松的原因，因为我们不会携带过多的杂物，那只带最必要精选的物品，才能够更放松。这间采光充足的阳光玻璃屋是民宿的餐厅区，请小天帮我们介绍一下。餐厅这边原本是走缤纷的路线，后来我们将彩色的桌面换成木头，那把椅子也换成统一是白色的，这样视觉上更清爽，而且整理也方便很多。如果觉得生活用品有点丑丑的话呢，就可以发挥创意小巧思。像这个，我是用可以拆卸的这样子的布料来把它遮起来。像大型的工具，我们就收纳在桌子的下方，只要加上桌巾就可以遮盖住，也不会让视觉乱乱的。经过风格断舍离之后，空间变得更简约耐看，也省下许多维护的时间跟心力。宜兰有一大片绿油油的稻田，很多客人都很喜欢。那我们也种了很多绿色的植栽，主要是养多肉，因为它可以放养，很好照顾。像这个是万年草，它可以直接种在户外，还可以防杂草，很推荐。小天说，无法舍弃植栽的话，建议换成可以放养的多肉。防台准备时，也不用再辛苦的撤离大型盆栽了。可以跟我们描述一下小天心目中余裕生活的理想样貌吗？我觉得就是可以跟心爱的家人一起做着喜欢的事情，那分享帮助他人，也顺便带来价值的回流。那我心目中的余裕生活，就是在空间、时间跟金钱，还有心灵上都充满余裕。那断舍离就是其中很关键的步骤。哇哦，很喜欢小天精挑细选的好物。请问小天有哪些选物想推荐给蛙家的观众呢？柔软熊橘油万能去污膏，它可以用来去除水垢，真的很万用。最优秀的是可以用在厨房这种黏黏油腻的墙面，或者是流理台、排油烟机都非常好用。一罐大概50-60块台币，是台湾制造的。微幅伸缩磨胆，它可以延伸加长，还有多段的角度设计，可以清扫到冷气上方或是冰箱底下、柜子边边的小缝隙。上面可以替换蓬蓬不织布，扫完室内再擦户外，之后再丢弃。树德巧拼柜，它是塑料的材质，不会发霉，可以组装叠放，当作书柜、收纳盒，也有不同的尺寸，可以当作柜中柜，很灵活的运用。感谢小天的好物推荐。最后我们还有几个问题想问你，想谈谈生活的平衡。身为双宝妈、民宿老板娘、手作工作室主理人，如何分配时间及精力，让自己可以持续将喜爱的事情发展成事业呢？那我有一个选3的法则，这个法则就是在前一天先写下最重要的3件事情，不让过多的杂事分散注意力，并且优先处理最困难的那一个。这也是一种断舍离，不只可以整理空间，也可以整理生活。那放手不需要的，就能够将心力专注在热爱的事物上。
放手不需要的，才能让真心喜爱的事物有机会被实践。感谢小天今天超棒的分享。看完今天的影片，你还想看我们开箱谁的家呢？欢迎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。还没看上一集的人，记得点击右上角资讯卡。花家到你家是一个常态征稿的单元，欢迎大家点选资讯栏里面的连结报名。不管你是收纳、极简或是 DIY 达人，都欢迎跟我们分享你的故事，期待下次到你家。花家广播留言分享你最喜欢哪个小天的生活妙招，花边要送你小礼物哦。详情请看资讯栏说明。亲爱的蛙粉们，蛙家又满5周年啦！为了庆祝这个特别的日子，蛙家与简易净推出联名商品，预计2025年1月15日开卖，有柠檬防虫精华液、早安除霉冻膜和柠檬洗洁剂。有看蛙家影片的都知道，除霉冻膜的效果有多赞，限量200组，重点是买就送这个超可爱的蛙家 logo 提袋，背出去直接告诉大家你是蛙家铁粉。加上商品价格只要599，而且免运，居家日常保养不能等，一起用行动把你们的爱传递给小编吧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分享，欢迎点击下方超级感谢，用行动支持我们做更多实用的影片，也能追踪 IG 获得更多灵感哦。最后记得锁定蛙家每周3更新，我们下周见，拜拜。